一架 F-35战机，价值 1.1亿美元，却因为一块小小的稀土磁铁缺货无法起飞；一部智能手机，价格因稀土短缺暴涨 20%。五角大楼的工程师们彻夜开会，只为应对稀土库存告急的危机。这不是科幻电影，而是2025年中美博弈的真实战场。稀土，这个听起来陌生却无处不在的战略资源，正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。中国一纸出口管制令，让美国的高科技命脉暴露在聚光灯下，引发全球震动。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到底是怎么打响的？美国为何如此被动？让我们一层层揭开稀土的秘密，带你走进这场工业核战的核心。稀土是什么？为什么它能卡脖子？稀土，这个听起来有些神秘的名字，指的是元素周期表中的17种化学元素，包括镧系元素、从镧到钴以及抗核乙。尽管名字中有稀字，稀土在地球上的储量并不算少，全球约有 1.2 亿吨，但它们之所以被称为稀土，是因为其开采和提纯过程极为复杂，技术门槛高，环境成本大。稀土因其独特的物理和化学特性，被广泛应用于高科技、绿色能源和国防工业，成为现代工业的命脉。更重要的是，全球稀土供应链高度集中于中国，这种垄断地位让稀土成为卡脖子的战略资源。以下我们将从稀土的本质、应用、开采加工、全球格局及其战略意义5个方面，详细探讨稀土为何如此关键。稀土是一组化学性质相似的金属元素，它们通常以氧化物形式存在于矿石中，化学性质活跃，易与氧、硫等结合。稀土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电子结构赋予的特殊性能，例如强大的磁性、优异的光学特性和催化能力。钕和锑能制造高性能永磁体，铀和锗让显示屏色彩更鲜艳，是提升催化效率，镧改善电池性能。这些特性使稀土成为微量添加即可显著提升材料性能的工业维生素。稀土的应用范围极广，几乎渗透到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在消费电子领域，稀土是智能手机、平板电脑和电视的核心组件。铀和锗用于荧光粉，使屏幕显示更明亮、更鲜艳。与铁硼磁铁由钕和锑制成，驱动扬声器和麦克风，体积小却性能强大。硬盘驱动器中的稀土磁铁确保数据存储的精准性。一部智能手机可能仅需 0.1 克稀土，但全球每年生产约20亿部手机，累计需求量惊人。在绿色能源领域，稀土是低碳经济的支柱。风力涡轮机的永磁发电机需要数百公斤钕和锑，电动车电机和电池依赖稀土提升效率，例如特斯拉每辆车需数公斤稀土。节能照明设备如荧光灯和 LED 灯也使用铀和锗来优化光效和色彩。国防工业对稀土的依赖尤为突出。现代军事装备如 F-35战机，其雷达、导航系统和永磁电机需要约400公斤稀土。战斧巡航导弹的制导系统使用稀土磁铁以确保精准打击。激光器和光纤通信系统依赖铵等元素支撑战场指挥与控制。没有稀土，现代战争的先进武器将直接哑火。此外，稀土在医疗和工业领域也有重要应用。它作为核磁共振 MRI 的造影剂，提升影像清晰度，是荷兰用于石油劣化和尾气净化催化剂。稀土还改善玻璃、陶瓷的透明度、耐热性和硬度。这些广泛的应用表明，稀土不仅是高科技的灵魂，也是绿色未来和国家安全的基石。尽管稀土储量不低，其开采和加工却面临巨大挑战。稀土通常以低浓度 2% 至 5% 混杂在矿石中，与大量杂质共存，提取过程如同从沙子里淘金。开采过程需要破碎矿石，浮选分离，然后通过复杂的化学工艺提纯。从矿石到高纯度稀土原料需经过几十道工序，包括浮选用化学药剂分离稀土，
磁选用强磁场筛选含稀土颗粒，溶剂萃取将17种稀土元素分开，纯度可达 99.9999%， 以及离子交换进一步提纯。这些工序技术难度极高，需专用设备如离心萃取机，这种设备能高效分离稀土元素，但全球 90% 的相关专利由中国持有。此外，稀土加工会产生大量有毒废水和放射性废渣，环保成本高昂。能大规模生产高纯度稀土的国家屈指可数，这使得稀土的供应瓶颈不在储量，而在加工能力。全球稀土储量分布相对集中，中国占 44%， 其他主要储量国包括澳大利亚、美国、俄罗斯和越南。然而，稀土的真正稀缺性体现在精炼能力上。2023年，中国生产了全球 61% 的稀土矿石，更掌控了 92% 的精炼稀土、高纯度稀土原料。精炼是将粗糙矿石转化为高科技产品所需原料的过程，例如铝铁硼磁铁需要 99.9999% 纯度的铝，这种纯度只有中国能大规模实现。相比之下，美国等国家的精炼能力几乎为零，高度依赖进口。中国在稀土领域的霸主地位源于3方面优势。首先是资源优势，内蒙古白云鄂博矿被誉为稀土宝库，储量占全球 30% 以上。其次是技术垄断，中国掌握了浮选、溶剂萃取、离子交换和离心萃取等核心技术，效率高，成本低，美国至今未能突破类似技术。最后是完整的产业链，中国从开采到提纯再到成品制造，形成了闭环体系。江西赣州的上百家稀土加工厂能直接生产磁铁、合金、激光晶体和催化剂，供应全球市场。而美国等国的产业链断裂，只能出口初级矿石或进口成品。稀土的战略重要性在于其卡脖子效应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警告，如果稀土供应中断，美国的国防工业和高科技产业将面临休克。2023年，美国 70% 的稀土进口依赖中国，这意味着其高科技供应链的命门掌握在中国手中。一旦中国限制出口，美国的智能手机、电动车、风力发电和军事装备生产都将陷入困境。稀土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地缘政治博弈中。中国的稀土霸权并非偶然，而是数十年战略布局的结果。自1980年代起，中国投入大量资金研发技术，建设工厂，培养人才，形成了从矿山到市场的全流程掌控。反观美国，在全球化分工中选择了外包，将稀土加工交给中国，自己专注于初级资源开采。这种短视战略导致其在稀土领域彻底掉队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中国的稀土优势还体现在环保和技术优化上。稀土加工的污染问题曾备受诟病，但近年来中国通过技术升级大幅降低了废水和废渣的排放。例如，酸法焙烧和碱法焙烧技术经过优化，兼顾效率和环保，而活法冶金通过高温熔炼进一步提升了产品质量。这些技术进步使中国在全球稀土市场中更具竞争力。此外，中国还在积极开发稀土回收技术，从废旧电子产品和工业废料中提取稀土，以减少对原生矿的依赖。这种循环经济模式不仅缓解了资源压力，还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供应链优势。稀土的卡脖子能力还与全球高科技竞争密切相关。随着 5G、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和新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，稀土需求将持续攀升。例如，
6G 通信设备的激光器和光纤需要稀土元素，量子计算机的超导材料也离不开稀土的催化作用。未来，稀土可能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。一些国家已开始尝试打破中国的垄断，例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投资稀土加工设施，美国重启国内稀土矿场，但这些努力短期内难以撼动中国的地位。原因在于，稀土产业的崛起需要数十年积累，包括技术、人才和产业链的完善，而中国已在这条赛道上领先太远。综上，稀土之所以能卡脖子，是因为其在高科技、国防和绿色能源中的不可替代性，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高度集中。中国的资源优势、技术垄断和完整产业链，使其在稀土领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。对于其他国家而言，稀土不仅是工业原料，更是国家安全的命脉。未来，随着全球对稀土需求的增长和地缘政治的复杂化，稀土的战略价值将进一步凸显，成为大国竞争的关键筹码。美国为何如此脆弱？美国的稀土危机，归根结底是几十年的战略失误埋下的苦果。过去，美国觉得稀土加工污染大、成本高，干脆把这块脏活累活外包给中国，自己专注于挖矿和初级出口。结果，中国花几十年练就独门绝技，建起了全球最强的稀土产业链，而美国几乎把稀土加工能力清零，国防命脉被卡脖子。CSIS 报告指出，美国完全无法提纯重稀土，比如锑、锑，而这些元素是国防工业的命脉。具体来说， F-35战机、永磁电机需要铝和锑动力系统才能运转，一架 F-35需要400公斤稀土。战斧导弹制导系统用稀土磁铁，确保精准打击。捕食者无人机、雷达和导航系统依赖稀土，缺了就瞎眼。CSIS 警告，如果中国彻底停工重稀土，美国短期内无替代方案，国防工业将陷入长期瘫痪。2022年，美国空军坦言，中国武器装备更新速度是美国的5到6倍，稀土限制可能进一步拉大差距。民用产业受创，稀土短缺不仅威胁军工，还会推高民用产品成本。英国伯明翰大学研究员加文·哈珀预测，稀土价格上涨将导致智能手机、电动车、医疗设备等生产成本飙升。比如，一部 iPhone 可能涨价$50，一辆特斯拉可能贵$1万。美国企业还可能面临零件断供、交货延迟，甚至生产线停摆。依赖程度有多高？美国地质调查局报告显示，2020至2023年，美国70%的稀土化合物和金属进口来自中国。更致命的是，美国完全依赖中国提纯重稀土，自己连一台相关设备都没有。这就像把工业命脉拱手让人。战略短视的代价，美国为何落到这步田地？原因在于长期的全球化迷思。过去几十年，美国认为全球化分工能降低成本，于是把稀土加工外包给中国，自己只做高附加值的设计和销售。结果，当中美战略竞争加剧，美国才发现自己手里连一张稀土牌都没有。中国如何出招？一招致命。2025年，中国宣布对7类中重稀土实施出口管制，相当于在中美贸易战中扔下一颗核弹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直呼这是中国手中的超级王牌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国在稀土领域几乎没有还手之力。稀土战完胜关税战，川普试图用245%的超高关税逼中国让步，但中国没选择硬碰硬，而是祭出非对称反制。关税战是伤敌1000，自损800，但稀土管制却是4两拨千斤。中国一招就掐住了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咽喉，让川普的关税策略成了空拳。比如，
中国限制第一核特出口，直接让美国爱国者导弹的雷达磁铁库存告急，五角大楼的生产周期延长 40%。 波音的静默危机，中国还暂停接收波音飞机，这一招不仅冲击波音的民航业务，还间接威胁美国军工。波音不仅是737客机的制造商，还是 B-52 轰炸机、KC-46 加油机的供应商。中国市场一冻结，波音股价单日暴跌 3%， 研发投入受限，五角大楼的武器升级计划也被拖后腿。浙江舟山港，波音737 MAX 客机在烈日下晒太阳，机翼上的待交付标签被海风吹起，成了全球媒体的网红背景板。市场多元化，中国还加速开拓其他市场，降低对美国的依赖。2024年，中俄贸易额突破2448亿美元，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长 15%。义乌商人的货轮不再驶向洛杉矶，而是改到莫斯科、雅加达，航线图密集如蜘蛛网。中国的全球供应链网络越织越密，美国却在关税孤岛中越陷越深。精准打击，密歇根大学教授贾斯汀·沃尔夫斯评价，中国的稀土管制是精准打击，直击美国工业痛点。他认为，中国展现了以战略手段施展惊人经济实力的能力。相比之下，美国的 245% 关税项乱拳，不仅没打疼中国，还让自己的企业叫苦不迭。美国的稀土困局，自救无望。美国并非没想过自救，但现实很残酷。CSIS 报告一针见血，重建稀土供应链至少需要数年，甚至10几年。唯一矿山有名无实，美国有一座稀土矿，加州的山口矿，但它只能挖矿石，无法提纯种稀土。矿石还得运到中国加工，等于矿山是美国的，矿产是中国的。这就像你有块好食材，却得请别人帮你做菜。纽约时报2025年4月16日报道，矿山是美国的，矿产是中国的，一针见血。美国控制了巴西塞拉维尔德稀土矿，亚洲以外唯一能大量产种稀土的矿山，却因缺乏加工能力，只能低价卖给中国。重建计划雷声大雨点小，川普政府2020年起投入 4.39 亿美元建设稀土加工设施，但 CSIS 预计，这些设施最早2027年才能投产，产能远低于中国。建厂不仅需要钱，还需要技术、人才和时间，而这些恰恰是美国最缺的。美国曾试图通过资源换技术向中国学习，但中国把稀土核心技术列为出口禁区，美国连门都摸不到。海外抢矿不靠谱，川普觊觎格陵兰全球第8大稀土储量和乌克兰的稀土资源，但 CSIS 泼冷水，这些地方的稀土开采难度大，商业价值存疑。格陵兰地质学家米尼克·罗森警告，稀土矿挖出来没用，没加工技术就是一堆石头。乌克兰的稀土矿同样面临战乱和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，短期内无法指望。巴西矿山的尴尬，塞拉维尔德稀土矿是美国翻盘的希望，但由于缺乏加工能力，美国只能和中国签销售合同，把矿石低价卖给中国加工。这就像买了块钻石原石，却只能找别人打磨。美国《纽约时报》无奈承认，中国在稀土领域的先见之明，让他们处于非常强大的控制地位。技术壁垒，中国的护城河。中国的稀土霸权靠的不只是资源，还有技术护城河。稀土提纯涉及几十道复杂工序，比如酸法焙烧，用强酸溶解矿石提取稀土；碱法焙烧，用碱性物质处理矿石减少污染；火法冶金，高温熔炼分离稀土和杂质；离心萃取，用独家设备高效分离17种稀土元素，纯度高达 99.9999%。这些技术经过几十年优化，效率和环保性远超其他国家。更狠的是，
中国把这些技术列为国家机密，禁止出口。美国想偷师，没门。中国的稀土离心萃取机是王牌中的王牌，这种设备能像魔法一样把17种稀土元素分开，效率高，成本低。全球 90% 的相关专利都在中国手里，美国至今没突破类似技术。这种技术壁垒让中国在稀土领域稳坐钓鱼台。关税战的回旋镖，美国自找麻烦。美国对华 245% 关税，本想逼中国妥协，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这套套娃式征税，100%保护性关税挣 20%， 惩罚税挣 125%， 对等关税，看似威猛，实则漏洞百出。供应链雪崩，美国 97% 的抗生素原料来自中国， F-35战机的稀土磁铁库存只够6个月。关税一涨，医疗系统成本暴增，军工生产线停摆。波音 CEO 哀叹，我们不是在和中国作战，而是在和自己的供应链作战。盟友离心，欧盟威胁对美国汽车加征 25% 报复性关税，日本拒绝加入美国的芯片联盟。德国学者尖锐指出，当 F-35的零件需要人民币结算，全球军事秩序就已改变。波音的窒息时刻，舟山港的波音737 MAX 客机成了网红背景板。波音的供应商江森自控、霍尼韦尔也受关税波及，供应链乱成一团。美国航空工程师在社交媒体自嘲，我们的飞机在中国晒太阳，五角大楼却在为稀土库存发愁。半导体困局，英伟达积压55亿美元的 H20 芯片，用的蚀刻技术竟是美国10年前对华封锁的专利。而中国自主研发的2纳米蚀刻机已量产，美国企业却因失去市场守着金矿饿肚子。未来战场从地球到太空，稀土战争不仅关乎当下，更指向未来。中国的眼光早已不局限于地球。月球稀土，2025年，海南文昌发射场正筹备月球稀土提炼基地。合肥实验室突破高温超导电机技术，为太空采矿铺路。相比之下，美国还在为关税攻势吵得不可开交。科技深水区，中国055型驱逐舰国产化率达 92%， 量子计算机9张每秒运算100亿次。真正的较量已从贸易战转向科技战、产业战。中国联合37国在 WTO 起诉美国，推动 RCEP 区域产业链整合，全球贸易规则正在重塑。历史轮回，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引发全球贸易崩塌，间接导致2战。如今，中美博弈再次敲响警钟，舟山的一架波音停飞，可能导致澳大利亚 P-8I 反潜机零件延迟，影响南海侦察行动。中国对低特的出口管制可能让美国爱国者导弹雷达停产。稀土战争表面是资源之争，实则是技术与战略的较量。中国用稀土管制和市场多元化，精准掐住美国高科技的命门，而美国的 245% 关税却像拿着碎发枪打高超音速导弹。舟山港那架晒太阳的波音客机，暗示着产业战的维度已从地面贸易升至太空资源。这场博弈的胜负，或许藏在中国的稀土离心萃取机里，也藏在月球的稀土矿脉中。唯一确定的是，稀土这张王牌已让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占据主动。真正的降维打击才刚刚拉开序幕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